乌克兰决心死守巴赫穆特，理解了消耗战的本质，才能明白哪种选择是正确的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数月来，俄乌两军一直在巴赫穆特苦战，目前俄军已经对乌军实现了3面包围，外界普遍认为乌军到了应该撤出的时候了。但是谁也没有料到，基辅当局的最新决策是继续保卫巴赫穆特，还特别强调死守巴赫穆特的2大目标：第一，为补充军力争取时间；第二，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。基辅政权认为乌军已达成目标，将是巨大战略成功。巴赫穆特之所以重要，主要是其处于乌军顿巴斯的第2道防线的中心。不过，随着俄军攻占盐矿城镇苏列达尔，几乎包围了巴赫穆特后，再死守下去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。而且巴赫穆特距离乌克兰后方补给线的距离较远，又变成了突出部，很容易被围困。从打消耗战的角度看，对乌克兰并不利。实际上，就算失去了巴赫穆特，乌军在后面还有多个坚固的城市群，放弃巴赫穆特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表示，巴赫穆特沦陷不代表俄军改变了战争态势。他认为巴赫穆特的象征意义大于战略及作战价值。然而，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的最新表态是，乌军内部已经达成共识，要继续保卫巴赫穆特。他说，关于防卫巴赫穆特，乌军以1000%达成了目标。军队一方面实现了摧毁敌军主要后备部队的计划，一方面也在训练数万乌军，为反攻做准备。当然，这只是乌克兰方面的一面之词。俄罗斯方面在该地作战的主力瓦格纳雇佣军刚刚对国防部发出警告，必须提供足够的弹药，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巴赫穆特再打下去，对俄乌双方谁更有利呢？首先要看是打政治仗还是打军事仗。巴赫穆特从打政治仗的角度看，俄乌都输不起；从打军事仗的角度看，只有瓦格纳输不起。而从后勤补给的角度分析，则对俄军更有利。所以在战场上，俄方的炮火要比乌军更猛烈。但是从防御作战的角度讲，乌军不大愿意放弃坚固阵地，也可以理解。毕竟进攻作战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伤亡。第二，判断俄乌在巴赫穆特作战成败的主要标准，不是谁最终占领了该地，而是看谁的损失更大。乌克兰决定死守巴赫穆特，如果不是在放烟幕弹，那就是俄军在进攻时需要承受的损失会更大。那么如果是烟幕弹，便证明乌克兰军队就是想撤，可能也没有机会了。只有强调死守，才能让这些乌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。第三，乌军固守巴赫穆特，吸引俄军的火力，以便为乌克兰方面积蓄反攻的力量。这或许才是乌克兰坚守巴赫穆特的主要理由。乌军能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发动大反攻，才是验证乌军战略是否成功的标准。如果乌军的战略反攻力量在巴赫穆特被消耗掉，那就是俄罗斯的成功。第四，俄罗斯有选择在巴赫穆特持续进攻的理由。瓦格纳是雇佣兵，战斗意志强大，适合打消耗战。他们的经验丰富，作战勇猛，且死伤人数的多少不会造成社会负面效应。只要俄罗斯政府出得起钱，这种作战样式就是比较合理的。所以从打政治仗的角度来看，乌克兰死守巴赫穆特是正确的。而从军事的角度而言，乌军就需要评估俄乌两军的伤亡对比。毕竟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的后勤更容易组织，而瓦格纳的战斗经验更为丰富。如果基辅政权不是在放烟幕弹的话，乌克兰高层从军事角度决策要死守，那么说明战场的发展可能对俄军不利，反之则证明乌军已经撤不出去了。从瓦格纳集团的老板最近的抱怨来看，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可能又出问题了。瓦格纳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上个月的弹药，俄罗斯军队给了瓦格纳更高的薪水、更多的弹药，其实就是对俄军进攻动能的损耗。如果乌军判断瓦格纳真的打不动了，那么自然就会决策继续坚守下去。巴赫穆特原本是一座可以放弃的小镇，
现在俄乌双方都骑虎难下，我们要学会从现象看本质。乌克兰现在是不甘心放弃，俄罗斯和瓦格纳也都需要一场胜利，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双方将继续血战下去，直到乌克兰认为不划算为止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